好，我是米六。你有听过骨盆前倾吗？如果一直以来你都很认真的控制饮食跟运动，身形也没有真的过胖啊，可是照镜子仔细看，下面这块小腹却是凸凸的，一直在这边纠缠，烦都烦死了。其实不管你的身形胖瘦，这个很讨厌的小腹不见得是脂肪造成的哦。事实上，大约80%的人都有骨盆前倾的问题。今天这支影片会告诉你如何自我判断骨盆前倾造成骨盆前倾的原因，还有如何透过运动改善骨盆前倾哦。那我们要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有骨盆前倾呢？首先用外观来判断的话，有骨盆前倾的人站着的时候，通常会感觉特别的挺胸，即使瘦瘦的也有明显的小腹，然后下方的肋骨会凸起，而且屁股会过分的翘，腰椎这边会往前凹。如果外观判断好像有骨盆前倾接下来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检测。首先我们靠墙站立，双脚并拢，抬头挺胸，确定我们的双脚脚跟、臀部、肩胛骨还有头部都贴在墙上。那正常的情况下呢，我们的腰部跟墙壁中间应该会有3只手指头的距离。那如果你的腰跟墙壁中间距离可以放进1个拳头以上，这就表示你有骨盆前倾的现象哦。那什么是骨盆前倾？骨盆是我们人体中心所在，它是我们重心、平衡性跟协调性的重要部位。骨盆前倾顾名思义就是骨盆倾斜，也就是骨盆发生往前位移的现象。在 Manual Therapy 有一篇研究结果发现，120位平均24岁的健康男女，女性有75%的人有骨盆前倾，男性有85%的人有骨盆前倾。所以呀，现代人有骨盆前倾的比例真的很高。如果你发现身旁的亲友可能有骨盆前倾的话，不要吝啬，赶快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好，那究竟造成我们一大票人都有骨盆前倾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错误的训练动作。在重训中比较容易导致骨盆前倾的动作是硬举跟深蹲。如果我们在动作中没有兼顾好核心肌群的参与，例如我们腰没有挺直，屁股过翘，腹肌没有出力，或者是脊椎没有保持中立等等，就容易造成我们的下背跟竖脊肌的肌群代偿，导致骨盆前倾。所以当你选择用硬举或深蹲当做你训练内容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哦。第二个，久坐。久坐真的 bad， 什么东西都跟久坐有关造成骨盆前倾的原因是我们身体前后侧的肌肉失去平衡，长时间坐着，我们臀大肌一直处于拉长跟放松的状态，臀大肌没有力气，就没有办法把我们骨盆下端正确的往下拉。除了影响臀肌，久坐同时也会让腹肌无力，腹肌没有力量就没有办法把骨盆上端跟腰椎往后推，造成我们的髂腰肌跟竖脊肌长时间缩短紧绷，就会把骨盆下端往上拉，导致骨盆前倾的现象。听起来有没有头有点晕？现代人哪有不久坐的啊？没有关系，既然久坐会让我们肌无力导致骨盆前倾，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运动来改善哦。我们前脚屈膝，脚掌踩满，后脚的膝盖跪地，后脚的脚背放在地面上，然后我们慢慢的把屁股往正前方推。这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到我们的髋骨跟我们后脚大腿前侧根部这个位置完全的被伸展开来，然后我们每一下可以持续10到30秒。然后左右交替可以各做5次。我们如果觉得慢慢的有被拉开了，可以继续往前推。然后在过程中记得要保持髋部正正的往前，不要往侧边歪斜了。这边被伸展开来，就会觉得哇，很舒服，不再那么紧绷。因为久坐这一块的肌肉都会持续的是紧绷缩短的状态。接着我们就换边，前脚屈膝，脚掌踩满，后脚跪地，脚背记得放在瑜伽垫上，然后我们就慢慢的把屁股往前推，一样会感觉到我们右侧髋骨跟后腿大腿前侧的根部这一整块肌肉都被拉开来。如果可以的话，就慢慢持续的加一点往下压，往前推，然后记得髋部都不能往左右歪斜，要正正的。建议可以在睡前的时候两边各做个5次，每次持续10
到30秒，会觉得很放松、很舒服哦。那接下来第2步，我们要训练无力的臀大肌。我选择用臀桥这个动作来慢慢找回臀部的力量。我们平躺在瑜伽垫上，然后双脚自然屈膝，脚掌踩地，双臂放在身体的两侧。然后我们要用屁股的力量发力，重心放在脚跟，慢慢的把屁股推起。我们在推起的过程中，记得屁股的2片肉要用力的往中间夹，然后把它推到顶点。我们推到顶点的时候，肩膀跟膝盖会自然的呈现一直线。我们再慢慢的放下，重复动作。每天建议可以做30到50下。我们接下来就带着大家一起做10下。推起的时候，记得核心都要收紧用力。3、4、5，记得屁股肉要往中间夹哦。8、9，推起的时候吐气。好，那这就是可以改善我们无力臀肌的臀桥动作。好，其实骨盆前倾除了视觉上的影响，更可能影响我们内脏器官跑位，导致内脏的运转出现问题，而且让我们整天都腰酸背痛，还会让我们的新陈代谢跟血液循环下降。除此之外，骨盆前倾也可能引发女性的便秘跟经痛问题。如果对于骨盆前倾你还有其他问题，欢迎在下面留言，我都会尽快回答。频道上有很多针对臀腿训练影片，可以跟着我一起做，帮助改善骨盆前倾的现象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